个走在这个类似乡间小路了，但其实就是我住的城市附近的大街小巷啊。但是让你有一种在乡间小路慢走的这种悠闲。那你可以运动到，但是不用这个太累啊。但我不是说反对到 fitness center 啊，或者是到运动去运动，我常也做这种事啊。但是现在要慢活下来嘛，我们要慎选适合自己的运动，才不会避免受伤。那我想走路散步呢，晨走、快走是目前我觉得最适合的。那你有其他的运动啊，继续保持，也不要荒废了啊，因为运动还是保持健康最好的一个方法。当然要配合你的生活饮食。好，我们再聊。我不晓得各位朋友呢，看我这样子拍的这个视频一直在走路会不会有一种疗愈的感觉呢？让你容易入眠。如果你这时候看累了想睡觉，睡个午觉或睡个晨觉、睡回笼觉都不错，那你就 go ahead，OK。那记得就是在我的视频结束之前，帮我按个赞，订阅我的频道，那么也关注我一下呢，开启小铃铛，给我一些留言，让我知道这个视频对你的感受是什么咯。OK， 那我们待会再聊。那这边是不是跟你提一个话题，就是最近呢也有听说什么第一人称视角的一些视频，那也就是那个 YouTuber 呢，他有他自己的视角，拍摄这个他所看到一切。那就像这个视频那样，我正在走路，正在运动，那么把我走过的过程呢，拍摄给大家看，就好像你在看我的视频的时候，就好像这个自己亲自在那边快走一样。但我不晓得这个短短的视频是不是有让你有这种感觉呢？如果有的话，请在 comment 留言处加1；如果没有的话，请在 comment 处留言加2让我了解一下。谢谢。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第一视角切入的这种视频，那么我想让各位体会一下接下来的视频里面，我就不多说话了，让大家在用现场收音的方式把它感触一下，是不是有感觉跟我一样在快走的感觉呢？待会儿再聊。我们又回来聊天了哈。那么，其实这支影带呢，我想表达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运动呢是我们人生活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但是你不一定要像别人说一定要做很大量的大肺活量的运动，你要选择最适合你的运动，而且每个年龄阶段呢都有每个年龄适合的运动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也许会打网球打badminton那甚至慢跑啦，或是到健身房去做一些重量运动啦，那这些都很好。你如果现在还能做，而且还有这种习惯我会鼓励你继续做下去但是呢，如果你到了某一个阶段，你发现说你的体力不像以前了，或者是负重力不像以前了，那你就slow down下来，也就是我们的慢活那目前为止呢，我觉得长长的走路快走是我目前最适合的一种运动方式我容易持久我也不会荒废掉。那这样的话就每天都有锻炼到那所以我就选择这种方式，所以你就选择最适合你的就好了，你不一定要跟别人一样这个退休了嘛，就是要做自己那做自己并不是表示说你要不管他人的事情而是说
你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不管是饮食方面，或者是运动方面啊，都可以比较悠游自在的去做自己。好，那我们今天聊得差不多了，也许我们也回到家了。那回到家以后，我们就开始来处理每天的要做的一些料理啊。那今天我们要处理的是一块羊肩肉。那你可以看到锅子上面正在用低温熟成的方式来处理这块羊肩肉。那首先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羊肩肉买来的时候呢，先要放在冷藏室里面呢，让它24小时的解冻。解完冻之后，这个羊肩肉都会产生这个血水，所以你必须先洗干净。羊肩肉洗干净之后呢，我们就是必须把它放到这个锅子里面呢，要冷水下锅哈，冷水下锅，然后用中小火慢慢的让水滚起来，然后因为这样的方式处理呢，羊肩肉里面的血水哈才会跑出来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水面上面就会有一些摸摸渣渣的这种杂质那这些都是血水跑出来的结果，那是好事情。所以我们等到水滚的时候就要像这样的把那个渣渣把它捞掉那因为这渣渣都是血水那种蛋白质绿热转化成的所以对身体并不是很好。我们就把渣渣处理掉。渣渣处理掉之后呢，这个汤本身就会是清汤，你可以留着做高汤，或者是当面汤煮面的时候，然后拿来做这个面汤，很香的非常好吃。那所以这是一举两得的方式，你既可以把羊肉或者是各种肉类呢，让它低温熟成，然后让它血水能够杂质能够跑出来。一方面你又可以产生很好的高汤那可以用来煮各式各样的汤，或者是就当做吃面的时候当做面汤来吃，也是非常美味那就是原则是要把它处理得干净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锅大锅的也是有些杂质，我们就把它捞干净。那剩下来的那个汤就会非常的清非常清。那你可以看到那个汤为什么会有颜色，因为我在煮这锅汤的时候，我除了放了 bay leaf 跟八角用来去一点腥味之外呢，我没有加任何盐巴，我加了一些酱油然后让它有基本的肉能够基本的入味然后所以就让它慢慢的低温熟成。那你可以看到水继续在滚，对不对？所以我这时候把锅子盖完之后呢，盖起来之后呢，我就把火已经关掉了。所以基本上这个时候水不会继续的加热它会慢慢冷却，肉也会慢慢的还会继续熟成那这样处理出来的肉呢是非常嫩的它不会散掉，也不会变硬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吃的，你可以试试看这是一个秘诀所以你可以照这样方法试试看。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不做过度的调味，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肉能够维持在它的原味能够尽量保持，因为我们不想把这整块肉嘛，我买来一块肉大概也有差不多4-5磅，我不想这4-5磅的肉我全部做成一种口味那到时候我每天必须吃，每天吃，然后吃到会腻嘛。那我把它做基本调味之后呢，等到它冷却之后肉冷却之后，我可以把它肉再做一个更小块的分割，那我可以把它分别收藏起来，有些我可以当场就吃那有些我可以隔了第二天我做的别种口味红烧的啦，或者是做中东口味的，或者是新疆口味的羊肉就看你喜欢嘛。
那其他的短期内我不会吃的话，我就把它包装起来啊，然后放在冷冻库里面啊。也许过了2、3天或者是一个下礼拜，然后忽然想要做什么料理，我再把它拿出来解冻啊，我可以做另外的料理啊。那这样一举两得嘛啊。所以我很推荐这样的处理肉类的方法啊。你既有美味的肉可以吃，你还有高汤啊。那另外一件事情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我不只是有高汤，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呃处理好的这个汤啊哈，你把它放一段时间，放它完全冷了，那通常因为我们这是羊肩肉，它还会有一些油脂啊。你如果把它放到完全冷啊，或者甚至隔夜，那它表面上就会有这个羊油的结冻啊，就会变白白的结冻。那你第2天以后，你把这些结冻的羊油捞起来，放在一个小的容器里面，那你可以放在冰箱里冷冻，那就变成是天然的羊油啊，天然的动物性的油啊。你要炒菜的话，或者做其他的呃食物的时候，你可以拿这个油啊来当做是一个炒菜的油啊。那好处就是，你的汤就不会那么油啊，会非常清淡，非常的好喝啊。你可以试试看，这我绝对推荐你试试看啊。好了，那这样讲到这里，你大概知道说，什么料理可以用这一锅汤或者是这些羊肉来做了吧？啊，那我们事实上待会儿我处理完这些东西之后呢，我就想吃一碗很单纯的羊肉面啊，也就是我下一碗面，然后把这羊肉呢，刚刚煮好的这个羊肉呢，我把它切成片或切成块啊，然后再加一些青菜啊，就非常非常简单的一碗羊肉面啊。那就可以这个享受一顿很好的早午餐了啊。那你可以试试看哦啊。那还有很多 idea 啊，你也可以把这个羊肉放的像我上次一样，去野炊的时候做这个红酒羊肉的做法。好，那就跟意大利面混合在一起，或者是你可以把这个羊肉呢，把它切成块啊，然后你可以做个红烧的羊肉啊。或者是一个炒沙茶的羊肉啊，这个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的变化了啊。不过你先前的这个先决条件就是你这个先前的处理要处理得好，这样你羊肉就可以耐放，而且保持它的原味啊，然后可以真的是让你不只是你自己这个可以享受了，你的家人朋友也可以一起享受。好，那我想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啊，接下来就麻烦你再不要忘了帮我按赞、分享、留言，而且这个如果还没订阅的朋友们，请帮我订阅，然后加小铃铛，这样的话我以后的视频你就会接到通知。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请你继续观赏我们仙人海客的频道，然后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内容能够这个推出来啊，让你欣赏。那我们就这样子咯，下次影片再见喽，好，拜拜。